只要催动此符纸，楚风那修罗界灵便对我无法造成威胁吗？还是说可以直接杀了他？百里子灵目光阴冷，说这话的时候乃是咬牙切齿的。他对蛋蛋可谓恨之入骨，连做梦都想报了此仇。实际上他也真的梦到了蛋蛋，可在他梦里，蛋蛋依然残暴，他不仅无法报仇，反而不断遭受折磨，每一次梦都是噩梦。蛋蛋那绝美的脸蛋也因此成了百里子灵的梦魇。只要蛋蛋出现在他的梦里，他的精神必将饱受摧残，每次醒来都被惊出一身冷汗，甚至有几次醒来时更是泪流满面，当真被吓得不轻。按理来说，他这种境界根本不需要睡觉来缓解疲劳，但可能是因为修炼结界之术太过劳累，也可能是上次的伤留下了后遗症，他现在就是很容易疲惫不堪，不得不以睡觉的方式来缓解疲劳，而只要睡着，基本都会被噩梦惊醒。虽说身体上的伤是好了，可是精神上的伤依然在，他也不知何时才能停止。偏偏他又觉得太丢人，所以这种情况他也不好意思说出来，便只能承受这种精神折磨，只能限制，无法杀掉。不过楚风若是没了戒灵的力量，你应该可以对付吧？芥木白道。自然，百里子灵十分肯定。不要杀他，留他一口气，我有用。若是你能做到生擒楚风，气运圣境后续的费用可免一半。芥木白道，只要他不逃跑，而是应战，我定然可以搞定。可就怕那楚风不敢来。百里子灵道，换做正常人确实不敢来。芥木白望向气运圣境的方向，面色复杂。关于楚风会不会来这件事，芥木白也拿不准。与此同时，星空中立着三道身影，也都在打量着气运圣境的方向。这三人乃是夏星辰以及摘星道长，还有摘星道长的弟子花花。说好了，楚风不来，你们可不能现身。摘星道长道，放心吧前辈，楚风不来，我们也没有现身的必要啊。夏星辰嫣然一笑，美丽动人，何况语气略带些许撒娇意味。换做其他男人绝对顶不住，但摘星道长四世对女色毫无感觉，竟面色不改。师尊，若楚风来了，您能出手帮他吗？花花开口时，小脸望向摘星道长，楚楚可怜。可摘星道长却瞪了花花一眼，之前说好了，我来只是庇护你们，避免你们出现意外的。若是见到楚风小友，也顺便将关于他母亲的预言结果告诉他。摘星道长的这个回答已是表明了立场，终归还是七界圣府的人，就算不在七界圣府，也不会做出对抗七界圣府之事。前辈，界染青的预言结果到底是什么啊？夏星辰好奇地问道。这件事只能对楚风小友讲。摘星道长说道。是不是不是好的结果？夏星辰又问。虽不知具体结果，但夏星辰却记得预言出结果的那天，摘星道长的脸色并不好看。而对于他的问题，摘星道长并未回答。随时间流逝，万众期待的时间终于来到。那阵法世界中，一缕奇异光芒延伸而出，以极快的速度向四周蔓延，很快将无数世界以及大片星空吞入其中，其覆盖面积丝毫不弱于气运圣境的覆盖之地。凡是被那奇异光芒覆盖之人，都能感受到一股传送之力通往那阵法世界，只要与那传送之力沟通，便可直接进入其中。若是不想踏入，无事即可。这一刻，世人沸腾，这代表着几乎所有来看热闹之人都可以目的这一切。一时间，各方人马都在与那传送之力沟通，而摘星道长则是大袖一挥，一股阵法之力将他与夏星辰还有花花封锁其中。此法可以让他们传送的时候不分开。做完这些，他再与那传送之力沟通，便进入了传送隧道之中。好快，这气运圣境的主人到底何方神圣啊？会不会是界灵大帝？花花很是好奇。不像是界灵大帝的手段，但也必然是远古时期大名鼎鼎的人物了。同为界灵师，摘星道长能感受到布置出这样的手段的难度是多么的超乎想象，因此判断气运圣境打造者的境界定然是他此生此世都望尘莫及的层次。阵法太过强大，哪怕明明距离很远，但并未花费多久，摘星道长三人便进入了那阵法世界之中。他们能够看到这阵法世界的内部空间竟比从外面看还要大得多，而这巨大的阵法世界竟是以比斗场的形式呈现的，只有中心以及外部两个区域，外部区域全部都是观众席位，因为太过浩瀚，哪怕来到这里的人再多，也都有位置坐得下。至于中心，则是一个巨大的透明球体，那球体的面积比许多世界都还要大，可那球体却有着放大效果，纵使修为再弱，通过这层透明的屏障也能看清里面的情况。因此人们能够看到那球体内有着三座巨大的广场，从高空俯瞰宛如三座罗盘，但人们知道那广场的实际面积可比顶尖的大陆还要大得多。其中中间那座广场最为巨大，也最为神秘，另外两座大小一致，布局一致，除了石碑上面的名字不同，分别是楚风以及百里子灵的名字。至于两座广场上的布局，除了刻写名字的石碑外，分别有着两座阵法，
其中一座阵法之磅礴，占据了广场面积的90%之多，另外一座阵法则是将那座石碑覆盖。通过在场界灵师的分析以及传播，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两座阵法的作用。两座阵法都是分别能对楚风与百里子灵提供帮助的，小的那个应该是靠他们自身的，而大的那个自然便是要靠外人的助力了。嗡！伴随一道光芒掠入其中，百里子灵的身影出现在了刻写他石碑的广场之上。他那渺小的身影更加清晰地衬托出了那广场的巨大。正常来说，在那么大的广场上很难发现如此渺小的身影，可这就恰恰是此地阵法的神奇之处。明明百里子灵的身影放在那浩瀚的广场之上，比一粒尘埃都要渺小数倍，但人们却能够看清他的一切，甚至当他踏入其中，便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且当他来到那广场上后，覆盖3座广场的透明球体之上出现了无数道结界门，那些结界门分散开来，以规整的排列覆盖于球体的透明屏障之上。而那结界门不是简单的结界门，每一道结界门的中心竟都写着百里子灵的名字。显然，若想助力百里子灵，就需要通过那结界门了。诸位前辈，请为我助力。百里子灵对着看台施以一礼。紧接着，浩瀚的观众席上，身穿红色长袍、头戴白色斗笠的身影纷纷起身，一道道璀璨的武力光柱自那些狱宗之人身前飞掠而出，向世界中心的巨大球体冲击而去。可这阵法世界毕竟无比浩瀚，看似距离球体很近，实则很远。正常来说，武力光柱若想到达，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可眼下，他们释放出武力光柱后，几乎都在眨眼之间便进入那刻写着百里子灵的结界门之中。无论修为如何，速度皆是相同。这自然不是狱宗自己特殊手段，而是这阵法世界的力量。伴随一道道武力光柱，形成了观众席与那中心球体的链接线，宛如蜘蛛网将那球体缠绕了起来一般，华丽且震撼。且从那线体也能够判断出，此刻为百里子灵助力的狱宗之人足有几千万人。虽说这样的人数对比动辄数亿万人的其他势力可以说是非常之少，可狱宗与其他势力不同，几乎每个狱宗之人都是具有一定天赋之人，是被种入育婴之人。换个角度想，竟有这么天才被种入了育婴那种东西，那这个数量便是非常恐怖的。但人们不知道的是，此刻助力的远非狱宗的全部人马，毕竟狱宗的领地众多，还需要很多人镇守，如今也只是尽可能的调遣出了人马来为百里子灵助力而已。百里子灵所在的广场上，那巨大的阵法也是透明的，伴随那座磅礴的阵法外层出现了无数个人的名字，宛如符咒纹路一般，随阵法缓缓转动。这证明了狱宗之人的助力方式是正确的。在磅礴武力的融入下，原本空档的阵法内部也很快被一层特殊的气焰所充斥，且随着力量不断的涌入，那阵法的颜色也是从淡薄变得浓厚起来，甚至开始散发淡淡光华。最主要的是，就连距离那阵法极远的人们也能感受到那阵法的力量在不断增强。好强的助力！百里子灵身后有狱宗撑腰，今日是势在必得。看来楚风不来倒是正确的决定。众人议论起来，有的人更是当众贬低楚风，尤其是当初见证了楚风与百里子灵一战后得到了狱宗好处的人。师尊，你觉得楚风会来吗？观众席的角落，花花看向摘星道长，因为他们3人身穿长袍，头戴兜帽，外人根本看不到他们真容，所以也没有暗中传音。但还不待摘星道长开口，身旁一位身穿白衣，看似仙风道骨的老头便开口了：楚风是个聪明人，定然是不敢来了。你怎么知道？夏星辰问道。老夫说了，楚风是个聪明人，为何他一直以来战绩如此耀眼？那是因为他能权衡利弊，绝不打没把握的仗。而这一仗靠的可不是自身天赋，而是身后的势力。百里子灵身后靠着的是何等势力，乃是各大天河霸主都不敢招惹的狱宗。那面对7届圣府都宛如过街老鼠，只能东躲西藏的楚风，怎么敢与整个狱宗正面抗衡？那老头左手负于身后，右手抚摸白须，分析的头头是道。而这种话，夏星辰自然听得不爽，兜帽下已是凶光毕露。可还不待夏星辰说话，花花便一把抓住了老头的衣领，说是过街老鼠，你再敢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臭嘴。而这老头身份不简单，乃是一宗之主，今日并非自己而来，周围还跟着数百名精英长老与弟子。见有人如此，那些长老弟子齐刷刷的站起身来，不仅恶狠狠的看向花花3人，有些弟子们更是拔出了兵刃。一看平日里也是不讲理的主，这一幕自然也是引起周围许多人的注意。可那老头却摆了摆手，示意宗门之人不要动手。旋即笑眯眯的看向花花，这位姑娘，我听你声音便知你年纪不大，涉世不深。你这样的小姑娘被楚风的种种事迹所迷惑也是正常，但老夫劝你还是要擦亮眼睛。擦亮你吗？你算什么东西？花花怒声质问。花花此言一出，那老头也是眼中寒光浮现，身上杀意涌出，但顾及在场人物太多，为保持长辈形象，还是强忍了下来。
但却凝声道：“姑娘，劝你说话注意一点，这号汉修武界可不是你家。我看你们这来了人，宗门应该也是不大，难道你师尊就没教过你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种道理吗？”话到此处，那老头还看向了摘星道长一眼，这话是在说摘星道长教导无方。闻言，花花忍不了了，说自己还能忍，说他师尊他忍不了。花花，然而在花花将要动手之际，摘星道长却忽然开口。花花明白其师尊的意思，还是强忍怒火放开了手。而那老头还以为自己的话语吓到了对方，得意地整理了一下衣衫。云山宗宗主是吧？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句话也送给你。夏星辰看着那老头腰间的令牌说道。那老头没再回应，却笑得十分猖狂，就像是听到了一个小孩子说的玩笑，完全没放在心里，只觉得很是好笑。而夏星辰轻笑一声，也并未理会，因为这老头只是冰山一角，眼下对楚风冷嘲热讽的人不在少数。这些人本来就没有立场，尤其是其中一些人先前拿到了狱宗的好处后，自然也就站在狱宗这一边。毕竟巴结狱宗也许还能得到好处，可巴结楚风只会得罪7届圣府，这种账他们心里算得清楚。但令夏星辰没想到的是，如他们这边一般，因对楚风的评价而发生争论的竟有多处，有不少人在为楚风辩解，甚至有的人已经大打出手了。而于他的印象中，那些人楚风都不认识，看得出来，哪怕与楚风无关之人中，喜欢楚风之人也不在少数。见这么多人维护楚风，夏星辰也是颇感欣慰。那么眼下就看楚风会不会来了。唰！就在此时，一道光柱掠向世界中心的巨大球体，随后一道身影出现了另一座广场之上。定睛一看，世界震荡，那道身影正是楚风。楚风，他终究还是来了。